从明年开始，个人存款超过30万以上的家庭或将面对3大麻烦。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从某种程度上来看，经济结构正处于转型期。那么在快速的变化中，国人的生活也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对于那些存款数量相对较多的人，他们面对的问题恐怕是最大的。特别是个人存款超过30万的家庭，之后可能不得不面对3大麻烦。如果能够解决这些麻烦，他们的生活就能够变得更好。可如果解决不了，这将会成为拉低他们生活质量的根源。那么这3大麻烦到底是什么？又具体会带来什么样影响呢？一、必须投资才能保住资产。第一个要说的就是对于很多中国家庭，特别是手里有钱的家庭，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商业投资，才能够保证自己的资产能够稳定升值。这主要是因为目前我们正处于美元潮汐的大环境下，官方做了很多努力来保证市场经济，推动消费发展，就比如说降息。降息的本质其实就是释放资金进入市场，促进消费。而降低利息就意味着存在银行里的钱，能够拿到的利息会变得越来越少。假设原先银行给予的利息在 2.5% 左右，那么把100万存在银行里，一年能够拿到2.5万人民币的利息。可现在的利息降到了 1% 左右，那么一年的利息就只剩下1万元人民币了。而从大环境的角度上来讲，这就意味着财产缩水。因为银行利率在降低的同时，通货膨胀和物价是不会停止增长的。通胀和物价上涨是一个长期的事情，购买力也在不断的下降。目前1万块钱的购买力已经远远不如20年前的1万块了。而我国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其实一直被官方使用各种手段，比如说宏观经济调控的方式，稳定在了一定的范围之内。原先这个比例和银行给予的利息率基本上是相同的，所以把自己的资产放在银行里，虽然无法实现财产的升值，但是能够实现财产保值。但是在这2个数据都没下降的情况下，银行的利息降低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存在银行里的钱会不断的缩水。在短期内可能看不到什么变化，可一旦以5年或者10年的比例来算，到时候我们的财产可能会缩水 5%， 甚至是 10% 左右。那么为了实现财产升值，最起码也是想要保证财产保值，就需要下很多的功夫。比如说进行一些必要的投资，购买国债，或者是开实体店，或者是投钱进行金融投资等等，保证自己每年的财产升值比例要比通货膨胀和物价的上涨比例要高才可以。而且对于那些财产越多的人，他们面对的危机紧迫感也就会更大。对于只有1-2万块钱的人来说，把钱是否存在银行里其实没有区别，因为本来就没钱。可一旦财产超过了30万或者超过了100万，还有的人可能有上亿的资产，就必须要进行合理的资产规划。因为如果只是不挣钱，花现有的资金库里的钱，5到10年以后，他们现有的1个亿人民币的购买力，到了那个时候就只是相当于现在的9000万了。这其中的差距有多大，一目了然。2、投资时必须更谨慎。这第2个要说的就是在进行商业投资的时候要更加谨慎。在过去15年的时间内，存在相当多盲目投资的情况，比如说有大量的国人会把手里的闲钱投向股市，或者是购买一些不必要的固定资产，比如采购房产、采购黄金等等。其中有的人确实是挣了，但是大多数人都会亏损，因为很多人投钱买股票只是一时头昏脑热，或者是被周围的人介绍，所以就去买了股票。这样盲目的购买股票是不可能挣钱的。而买房产的人在近3年更是亏惨了。还有一种人是在疫情结束的2年时间内，笃定国内会出现报复性的消费，所以优先投资实体产业，开了各种实体店，但这些人最后也亏了钱，因为预想中的报复消费并没有如约到来。这些消息都是在告诉我们，如今就算要通过投资的方式实现财产保值，也不能胡乱的进行投资，
胡乱投资只会亏钱。如今想要投资，应该选择轻资产投资。所谓轻资产投资的意思，就是不能以现有的资产用来抵押投资，同时在投资时所花费的资金不能超过自己现有资金总数的30%，否则就可能会出现资金链危机。在投资的时候，也必须考虑到其他的各种综合性因素，就比如说现有的经济状况，还有官方的政策调整，以及各种国际事件等等。我们就简单的举个例子，如今国内外消费不振和美元加息有关。美元加息让大量的美元如流水一样回到了美国市场，就给世界各国经济带来了冲击。可是美国不可能长期维持加息，之后美国是有可能会降息的，而降息以后国际贸易就会恢复，那么做外贸的就有可能会挣钱。到时候在进行投资的时候，优先投资外贸产业是比较妥当的。再比如说，目前的发展重点显然是半导体技术、光伏、能源技术等各种尖端技术。那么在这些风口产业投钱，也能够有效的规避投资风险。不过，对于普通人来说，如何把握好发展脉络是一个大问题。我们能做的就是多读书，多看报，多去看即时消息，提高自己的认知水平，时刻紧跟时事，而且在投资的时候千万不能有一夜暴富的心理。最佳选择是同时投资多个产业，按照不同产业的风险性来进行投资资产配置。就比如说购买国债能够保证挣钱，那么就优先拿手中的绝大多数资金来购买国债，再留下一小部分钱去选择那些投资较高、风险也大的产品。通过这种多元化的策略，才能够最大程度上确保自身资产的安全。3. 不要进行盲目消费。最后一个要告诉大家的就是不要进行盲目消费。实际上我们能够看到的是，现在各大企业甚至是官方都在想办法促进消费，特别是一些大宗消费，就比如买车买房，这无可厚非，但是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手里的资金本就相当有限，如果把所有的钱全部都用来进行消费了，就意味着生活没有了保障。原先很多中国人敢于进行这种消费，甚至盲目的进行超前消费，是对自己的未来可预期收入有信心。但是在就业形势如此严峻的现在，恐怕没有多少人还会有之前的信心。在官方要促进消费时，我们可以进行少量消费，但要保证购买的东西都是自己需要的东西，不能胡乱的购买各种自己根本不需要，但是价格又极高的产品。就比如说很多女生喜欢买化妆品，喜欢买包等等，这样的消费都要停下来了，因为盲目消费迟早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万一以后经济形势再度发生变化，又该怎么办呢？特别是一些本身从事的就是中低端劳动业制造的人，他们的工作都会逐渐被各种智能化设备所取代，到时候他们会优先失业。如果手中有钱，就有了抗风险能力，可以去学习更多的专业技能。如果因为超前消费、胡乱消费，导致手中没有备用资金，最后的结果自然就是毫无抗风险能力。最后提出这一点，也是因为对于那些手中有钱的家庭来说，会进行这种毫无目的的消费。大多数年轻人不是不想消费，是因为手中资金本身就比较有限，想消费也没能力，反而是那些手中本身有一定资产的中产阶级才会这样盲目消费。过去几年有不少所谓的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就是因为购买了大量自己根本用不上的产品，比如奢侈品名包、衣服，然后还去买了一个自己根本承担不起房贷的房产，在几年的时间内就返贫。而且随着各大大厂裁员，这些原先的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有不少也被裁掉了，相当于他们努力了10几年的时间一无所有。这难道还不足以警醒我们吗？结语。不过这样的变动不会持续太长时间，这都是经济转型期时候所出现的阵痛。只要妥善的解决问题，等待经济形势整体恢复高增长之后，大家的收入变多了，也就不需要考虑这么多了。好好规划自己的人生，多学点新的技能，
这些都是面对变化时保持竞争力的关键。